持续，但双方元首见面的可能性并没有明显升高，战场上的比拼仍在持续。日前，乌军武装直升机出人意料地越境偷袭俄本土石油公司燃料库，将对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？那么，俄军早已宣布掌握乌制空权，乌军直升机是如何跑出去的？目前，在乌克兰北部的俄军地面部队似乎有后撤休整的迹象，但在马里乌波尔巷战还在持续，围城1个多月，俄战车和装甲部队似乎遇到了不小的麻烦，这会给俄罗斯后续的攻势带来哪些启示呢？4月1号，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·科纳申科夫少将表示，自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，俄军已经摧毁乌克兰125架飞机、91架直升机、394架无人驾驶飞行器、1948辆坦克等装甲车辆、212辆多管火箭炮、838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、1842辆特种军用车辆。而就在4月1号凌晨6点左右，乌军出人意外地对俄罗斯境内展开袭击，出动2架武装直升机从低空进入俄罗斯领土，袭击了距离俄乌边境大约40公里的别尔哥罗德州一处石油公司燃料库。从现场视频和图片可以看到，当时天还没完全亮，2架直升机发射多枚火箭弹，燃料库遇袭后随即燃起几十米高的大火，火光和浓烟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。俄方随即出动170多人展开营救，直到中午大火才被扑灭。据报道，乌军出动的是2架米24多用途武装直升机，是苏联时期研制的第一款专用武装直升机。这次使用的是俄军也在大量装备的 S8非制导火箭弹，具备价格低廉、火力猛的特点。不过射程近、精度差，因此乌军这次是在很近的距离上空才发动攻击。有分析指出，乌军这次越境攻击相当大胆，也反映出俄军太大意了，存在严重的防线漏洞。这次空袭已经被乌军和西方宣传为一个重大胜利，极大鼓舞乌军的士气。俄军则可能采取报复军事行动，防止战火再次向本土蔓延。这毫无疑问地让冲突形势更加复杂，也让和谈更加艰难。整个这个袭击，可以说实际上对俄罗斯方面没有造成什么影响，反倒是第2天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一些这个燃料补给仓库的打击啊，乌克兰方面可能受的损失更大啊。总的来说，可能还是乌克兰方面主要是对内宣传，包括做给西方国家看，也不排除他可能认为这次袭击，是不是对他在谈判桌上可能还会起到一定的有利的影响，但是这也只是他一厢情愿的一些想法。